智慧中国功夫的小熊，就是爱宝的双胞胎姐妹花中的辉宝。辉宝到底能有多搞笑？土豆腿小秃头再加上偷感十足的气质，一整个的就是搞笑喜剧熊。辉宝虽然比姐姐瑞宝重了将近10斤，但他和瑞宝同时站在一起时，却比瑞宝矮了一大截。看来辉宝确实是输在了腿短。辉宝的腿到底能有多短？他和瑞宝打架时，即便辉宝跳起来，也才勉强能踢到姐姐的膝盖。而且辉宝的行为上也特别的搞笑，他的很多表现都让人感觉匪夷所思，而且总能给人一种流里流气的感觉。虽然他的行动很敏捷，但基本都在思考前，所以经常能看到辉宝突然的出现，又突然的消失。有一次辉宝下班并没有立刻回家，而是在门口不停地伸出小脚搞怪，时不时的还要秀一波自己的土豆腿。这一幕把旁边的瑞宝都看得目瞪口呆。正当大家以为这是辉宝在给自己加戏时，从另一个视角却看到了辉宝是被艾女士揍得手忙脚乱。原来并不是辉宝在逗大家玩，而是在向大家发出求救信号。最后他还踹了一脚在门口看热闹的小田瑞。还有一次是辉宝本来已经自己回家了，然后老宋便蹲在门口喊瑞宝回家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辉宝又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门口，确认老宋没有发现后，便一个冲刺撞向了老宋。毫无防备的老宋直接被辉辉吓得跳了起来。辉宝不仅爱搞偷袭，他有时候还会明目张胆地欺负姐姐。这天辉宝坐在树杈上，不仅连扇了姐姐11个耳光，打完还用脚丫子踩姐姐。即便是这样，小田瑞都让着妹妹没还手。当然辉辉有时候甚至会胆大包天地挑衅艾女士。这天不想上班的辉辉被宋宝强行抱了出来，老宋刚把他放在地上，他就爬起来冲了回去，但无奈又被老宋抱了出来。眼看回不去的辉辉气得掉转头，飞快地冲向木架，对着正在干饭的艾女士一阵发疯，把艾女士也是惊呆了。有时候辉辉甚至还敢咬艾女士，把艾女士的腮帮子都咬变形了。掉落木架之后，还从嘴里吐出来一撮毛。除了这些憨憨的行为外，辉宝平时玩的也很埋汰。他总热衷于一些热乎的东西，比如去洗一个热乎的须须澡，用嘴筒子感受一下艾女士须须的温度，有时候甚至还会趴在艾女士屁股后面研究妈妈新造的红薯。真不愧是莽小五的网络 CP， 这两个都是屎尿屁专业户呀。这只被网友哭诉的小熊，正是眼前在跳扭扭舞的银科。银科外号也叫嘎子哥，虽然银科才刚过完15岁的生日，但在窑子们的口中，他已经嘎了800遍了。尽管银科被养得油光水滑奶乎乎的，但是他所在的灵洞总是成为窑子攻击的对象。如果银科睡个午觉3分钟没动弹，在窑子口中就是断气了。银科趴在玻璃上和游客互动，在窑子的口中就是银科已经3天没吃了，饿得要吃人了。他们还说银科3天都没撒尿，灵洞连水都给银科喝不起，更别说能吃得饱了。对着膀大腰圆的银科说他已经瘦到皮包骨了。看银科这敦实的背影，咱也不知道怎么就能看成皮包骨了。甚至还有人到现场对着正在干饭的银科哭死。估计当时银科自己都懵了。最夸张的是，他们把灵异的帽子叔叔都喊来了，对着生龙活虎的银科说灵洞快把他捏嘎了。帽子叔叔看到活蹦乱跳的银科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解释，就差把银科带回去做笔录，让他自己来澄清了。看银科的状态，确实看不出有被虐待过的迹象。奶爸奶妈也很宠他，到了传统节日，不仅会给银科准备各种好吃的，还会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，说一些祝福语。照照眼不黑眼，照照鼻子闻百香，照照耳朵听四话。在平时，奶爸奶妈也会对银科进行爱心4-5，做一些小游戏和他互动。炒萝卜，鲜，包饺子，捏，乖孩子，捏。么，棒银科。而且银科作为飞云和喜乐的哥哥，小暴脾气还是有的。这天他自己一不小心从滑梯上摔了下去，把自己摔懵了，然后对着竹子撒气。不高兴的时候，所有的玩具都有错，全部都得扔下去，但是感觉还不解气，又冲下去把玩具打了一顿。这和他远在天津的喜乐妹妹自己装在苹果树上，却把苹果树打了一顿，打完感觉还不解气，又跑去把苹果树拔了，有什么区别？这么有霸总气质，长得又帅气的银科，也难怪同为南熊的申威从小就喜欢他。是快乐小脚丫的主人，就是有着长隆熊猫村村花之称的国庆。然而就是如此美貌的国庆妹妹，最近也开始变得容貌焦虑了。起因是元芳给她添置了一件爆亮镜，国庆第一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也是惊呆了，内心 OS 我妈明明长那么好看，难道我这是随爹了？但大家明明都喊我村花呀。不愿相信现实的国庆，甚至还绕到了镜子后面去找熊，发现镜子后面没有他，变得愈发害怕了。而且镜子里的小怪熊还一直模仿自己。国庆躺下翻个身，镜子里的小怪熊也跟着翻身。国庆趴在地上，
镜子里的小怪熊也跟着趴在地上，以至于国庆都不敢靠近了。而且奶爸也很坏，知道国庆害怕，还把窝窝头放在镜子前，把胡萝卜别在镜子上，把国庆馋得直流口水，也不敢靠近，还不停地用余光偷瞄镜子里的小怪熊，甚至把自己吓得后退一步。最后国庆想到了一个妙招，就是趴在地上匍匐前进，心想只要自己趴得够低，动作够轻，小怪熊就发现不了自己。看他这小模样，真的偷感十足。国庆成功拿到窝窝头往回退的时候，又偷瞄了一眼镜子，然后迅速躲在一边去吃窝头了。吃完窝头取胡萝卜的难度就更大了。国庆一直在那孤勇着向前试探，但迟迟不敢踏出第一步。他好不容易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了，结果愣是差了1公分够不到。然而就是这1公分，国庆也没敢上前，又退了回去，坐在地上思考了几秒钟，决定再去镜子后面看看。确定小怪熊不在家后，又去勇敢地尝试了。国庆先是做了几个假动作，然后一个眼疾手快拿到胡萝卜就迅速退回来，吃的时候也是离镜子远远的。这顿辅食愣是给熊孩子吃出一身汗来。但是玩了几天后，国庆现在好像爱上了这个爆亮镜，整天冲着镜子里的小熊乐呵呵的，蹭来蹭去和他玩耍，偶尔还会凑上去亲一亲。看来小国庆和小怪熊已经成为好朋友了。二真的是等比例长大呀。萌二小时候就是仓鼠脸微笑唇，经常和哥哥萌大黏在一起。那个时候的萌二还叫萌小，萌二特别喜欢黏着奶爸奶妈，想让奶爸陪他玩，就撒泼抱住奶爸的腿不撒手。奶爸给萌大萌二喂药，兄弟俩也要抓住机会和奶爸玩闹。奶爸给萌大喂药的时候，萌二抱着奶爸捣乱，还张着小嘴啃奶爸的脑袋，然后被奶爸一把抱到怀里，准备给萌二喂药时，结果二捂着头怎么都不肯配合。这时萌大又开始往奶爸背上爬了，兄弟俩前后夹击，一时间让奶爸有些手忙脚乱，结果一不小心给萌大来了个过肩摔，把奶爸也吓一跳。后来萌大还踩着萌二的肚子往上爬，给这俩废头子喂顿药，估计都把奶爸累出汗了。奶爸奶妈也很喜欢和他们两个互动。这天奶妈在逗两兄弟玩，先是用扫把往萌二身上撩水，撩了几下又去撩萌大，结果萌二吃醋不愿意了，跑到水池里让奶妈和自己玩。就算奶妈去忙了，他也要追上去，抱着奶妈的腿，小小的一只，像一个小挂件，十分可爱。还有一次奶爸拉着萌大的小手，教他站立行走，但是萌大不想学，走几步就躺下了，然后奶爸就给他按摩脚掌，萌二又吃醋不愿意了，冲过来就把大哥撞飞了。而且萌二打小就是武力值爆表，经常欺负哥哥，把萌大的头套都要咬变形了。真不愧是能暴揍北洞前保安队长的存在。据说当年北洞停电，5岁的街溜子萌二溜达到了古大爷的院子里，结果两熊一照面就打得不可开交。19岁的古大爷先是占了上风，后来因为体力不支，被萌二逆袭压在身下暴揍，饲养员好不容易才把他俩分开。大家也称这是一场既不尊老也不爱幼的较量。除了自己亲大哥，萌二小时候最好的好朋友就是何星了。两小只一起坐在门口等下班，萌二还抱着自己最爱的盆盆，真的特别可爱。后来徐老爷把兄弟俩接回了北洞。萌二4、5岁的时候很爱爬树，而且爬得老高了。饲养员看到很担心，于是就在下面喊他，结果他们越喊，萌二就爬得越起劲儿。这可能是乖乖的萌二少有的叛逆期吧。如今的萌二满重眼也好了，各种对脸拍颜值也很扛打，和绯闻女友飞云越来越有夫妻相了。